台北的南港展览馆最近热闹非凡，其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近3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，包括学术界和政府部门。展会摊位数量接近1000个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次展览聚焦4大主题：翱翔天际、探索宇宙、巩固防卫、产业发展，展示了一系列航空、太空和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技术及创新产品，全面展现了台湾航太产业的转型、创新及国际合作潜力。展览特别突出了军民合作机会，彰显了台湾在航太及防卫领域的深厚实力与活力。今年的亮点之一是首次邀请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，展出了台湾最新研发成果，充分展示了台湾防卫航太产业的多样性。在展会的防卫馆中，空军第3联队第7作战队的温情燕上尉用亲切的方式向观众介绍了 IDF 经国号战机的性能及武器装备。他还提到，第7作战队的队徽以郊狼为形象，传闻设计灵感与迪士尼有关。展出的 IDF 新型机体是一款高性能、低负载的战斗机，能够挂载各种对空、对地武器，适用于空中巡逻任务。模型上展示了天剑1型与天剑2型导弹，还可根据任务需求挂载不同炸弹。谈到台湾空军，尽管规模不及某些强国，但依然位列全球前20强。台湾空军现已约370架战斗机，总机队规模超过550架。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台湾自主研发的 IDF 经国号战机。这款战机融合了 F-16 和 FA-18 的设计理念，一直守护着台湾西部空域。IDF 战机正式名称 F-CK-1，是一种轻型超音速多功能战斗机，诞生于美国技术支持下，与幻象2000-5及 F-16AB 共同构成台湾空防的核心力量。IDF 战机的研发可追溯至1982年，台湾航发中心为替换老化的 F-5战机而启动开发计划。IDF 研发分为4个关键部分，首先是与通用动力合作进行机体与气动设计的阴阳项目，其次是与盖瑞特公司合作成立国际涡轮引擎公司，推进先进发动机研发的鱼汉计划。第三是与西屋电气合作开发航电与飞控系统的天雷项目。最后是结合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航电系统及火控平台。IDF 战机的雷达系统可追溯至美国诺斯罗普公司开发的 APG-67 雷达。这款雷达原为 F-20 战机设计，后来因政策原因未投入量产，但其技术被延续至 IDF 的 GD-53 雷达。GD-53 采用模块化设计，具备150公里的上视距离和80公里的下视距离，支持中程空空导弹的超视距作战能力。它可同时追踪2个目标，故障间隔时间达235小时。GD-53 整合了 APG-66A 雷达的部分结构，性能优于前者，接近 APG-67 雷达。IDF 战机的研发历程体现了台湾在航太与国防技术上的创新与自立精神，同时也展现了国际合作在技术突破中的关键作用。这款战机不仅是台湾航空工业的里程碑，更是台湾空防的重要支柱。GD-53 雷达的搜索距离虽然受到 APG-67 发射机的限制，维持在150公里，但由于采用了 APG-66 的平板天线，其搜索角度略优于 APG-67， 再加上1980年代后期的技术进步，GD-53在故障间隔和分辨率方面表现更为优异，同时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。核合成孔径雷达功能，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，台湾还启动了天翔项目，专注于研发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。这个项目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天剑计划。虽然 IDF 战机以自主研发为标志，但其实其总体设计是由成功研发 F-16 战机的通用动力公司主导的，而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主要承担协助和协调的角色。通用动力派遣了大量现役与退休技术专家，以个人身份赴台协助项目推进 IDF 的研发过程中，大量借鉴了 F-16 的设计模式，并在获得美国政府技术输出许可后，广泛采用 F-16 的零部件。与 F-16 不同的是
，IDF 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台湾空军的实际需求和使用特点，最终呈现出一款独具特色的3代机，形成了与日本战机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。IDF 战机的研发经历了3个阶段，最初的代号为低成本国际战斗机，随后转为轻型防御战斗机，并于1985年正式命名为 IDF。在机翼设计上，尽管通用动力的技术专家提供了 F-16的设计图纸和建议，IDF 最终采用的设计却与 F-16截然不同，更接近 FA-18的小后掠翼布局。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。FA-18的前身 YF-17曾参与美国空军轻型战斗机竞标，其设计与台湾当时主力战机 F-51F 有诸多相似之处。引入 FA-18的部分设计，既减少了诱导阻力，提升了续航效率，又符合台湾空军的飞行操作习惯，可谓一举多得。从外观上看， IDF 战机展现了3代战机的典型特征，机头设计呈扁圆形，略微下垂，显得生动而富有辨识度。其大边条与机炮的布局与 F-16极为相似，而机身融合了全动水平尾翼与尾撑结构，也让人联想到 F-16。另一方面， IDF 的进气口为正机波设计，座舱为气泡型，而双发布局的后机身更是与 FA-18如出一辙，整体外观仿佛是 F-16和 FA-18的结合体，兼具优雅与实用。不过，深入分析 IDF 的气动设计，可以发现其独特且前卫的技术特质。在阵风与台风等欧洲3代半战机问世之前， IDF 的气动设计已跻身西方中期3代战机的前沿。例如，其边条一涡流能在大迎角飞行时有效干扰机翼，显著提高升力，但也对飞机的配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以抵消强大的上扬力矩。此外， IDF 的机身融合度高于 F-16，这不仅提升了升力和承载能力，还使其最大使用过载范围达到3G 到9G。然而 ，IDF 的展舷比较小，仅约为4.3。虽然这种设计减少了翼间气流分离，增强了稳定性，但可能导致机翼弯曲增大，从而增加结构重量。尽管后期在后机身和边条部位引入了复合材料，整体机体重量仍然偏高，这成为 IDF 的一大技术挑战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 IDF 战机的航电系统被视为先进配置，其核心是金龙53型多模脉冲多普勒雷达，该雷达性能介于 F-20战机的 APG-67 和 F-16A 的 APG-66之间，拥有15种操作模式，包括7种空对空模式和8种空对地海模式。它不仅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，还能同时追踪2个空中目标。IDF 还配备了霍尼韦尔 H423 激光惯性导航系统、利尔公司提供的模块化3鱼度数字电传飞控系统，以及崔克特公司的 L-47 无源干扰系统。这些设备支持紧急起飞和拦截任务，与飞控和火控系统紧密结合，显著优化了飞行、火力和推力的协同性能。到了90年代末，为了保持技术领先， IDF 还引入了与 F-16相同型号的 APX-113V 先进敌我识别系统，进一步增强了整体作战能力。然而 ，IDF 的动力系统却是其主要短板。最初计划为其装备 FA-18战机使用的 F-404发动机，但由于美国未批准出口，台湾与加雷特公司合作，基于 TF-1042发动机研发更高推力的涡扇发动机。1983年4月，双方联合投资2亿美元，成立国际涡轮发动机公司，共同开发 TF-1042-70型发动机，作为 IDF 的动力来源。根据协议，台湾负责制造风扇叶片、低压涡轮、加力燃烧室和机匣，而加雷特公司负责高压涡轮、压气机等核心部件以及控制系统。这些部件最终在台湾完成组装。TF-1042-70发动机经过2次重大改进后，推重比达到 6.99， 军用推力 2.75 吨，加力推力 4.2 吨，重约 610.16 公斤，其性能大致相当于美军70年代的标准。这款发动机虽然满足了 IDF 约9吨的最大起飞重量需求，但相比原计划使用的 F-404发动机，性能有所不及。F-404发动机单台军用推力为 4.98 吨，加力推力为 8.02 吨，
净重仅1036公斤，比2台 F125发动机轻了198.8公斤。由于未能使用高性能中推发动机， IDF 不得不采用2台较小推力的 F125发动机，导致战机结构增重、机身加宽、表面积增大。这种设计影响了战机的高速性能、作战半径和载荷能力，增加了飞行阻力。尽管台湾官方声称 IDF 的最高速度可达1.8马赫，但实际最大速度可能仅为1.2马赫。即便如此， F125发动机仍具备一些优点，其采用全数字飞行控制系统，提高了燃油效率和反应速度。IDF 在加速性能上表现出色，从慢车到最大推力仅需4秒，而达到最大加力推力仅需5秒。战备值班时可在4至5分钟内完成，冷启动并紧急起飞。据台湾飞行员反馈， IDF 的加速性能甚至优于幻象2000，这对空战格斗非常有利。在武器配置方面， IDF 的最佳标准空优搭配为4枚天剑1型红外制导格斗导弹和2枚机腹挂载天剑2型中程空导弹。天剑1型具备全向攻击能力，天剑2型采用主动雷达制导，射程可达60公里，支持超视距作战。此外， IDF 还可挂载常规航弹、集束炸弹、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小牛空对地导弹，展现其多任务作战能力。与台湾装备的幻象2000相比， IDF 的任务灵活性更为突出，在执行多样化任务方面更具优势。IDF 原型机于1989年5月28日成功首飞，整个项目从启动到首飞仅用了7年时间，这对一个没有战斗机研发经验的台湾来说，是一个相当顺利的进展。最初，台湾计划生产250架 IDF， 但由于8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台湾最终获得了150架 F-16AB 和60架幻象2000-5战机。与这些成熟的战机相比， IDF 的出现显得有些不够成熟，且造价较高。单座型的售价为2300万美元，远高于 F-16A 的1460万美元。然而，作为一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， IDF 除了6架原型机外，从1992年到1999年共生产了103架单座 A 型和28架双座 B 型。尽管 IDF 在设计阶段面临诸多限制，但它的设计大体上是成功的，基本满足了台湾空军的作战需求。IDF 适合执行中低空空优作战、中距离截击任务以及对地和对海的攻击任务。这些优势在台湾狭小的领土中显得尤为重要。台湾东西最宽处仅144公里，基地密集，使得 IDF 的短航程、较小载弹量和较差的高速性等缺点并未构成太大问题。不同基地之间的互相支援非常迅速，加之 IDF 优秀的飞控系统和3代机的气动设计，它在转弯半径、大仰角飞行、空战格斗能力和低速飞行表现上都非常出色。许多人可能低估了 IDF 的能力，但事实上 IDF 在执行台湾空域任务时表现出色。在 AB 型生产完成后，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汉翔公司投资了70亿新台币，于2001年启动了翔昂升级计划。该计划增加了2个天剑2型导弹挂架，使得 IDF 可以携带万箭弹和天剑2型反辐射导弹。这些武器在远距离作战和防空任务中至关重要。升级还提升了 IDF 的电子作战能力，特别是在航电系统和机备油箱的改进上。航电系统的更新包括更换32位飞控计算机、更新雷达元件、增加电子反制装置、电站系统、先进敌我识别系统及地貌追随模式等功能。此外，任务计算机也得到了升级，座舱显示器被换成了3个全彩多功能显示器。升级后的战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。尽管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，但由于台湾空军对改进效果不满意，这些型号仅生产了各1架原型机，并最终终止了生产。在2009年，汉翔公司启动了翔展计划，对翔昂计划中的部分项目进行了优化，针对台南基地的71架和清泉港基地的56架 IDF A 型战机进行了中期改进，称之为 IDF Mulu。该升级计划在2013年和2017年相继完成。如今 ，IDF 自首飞以来已经服役了34年，尽管在试飞阶段遭遇了不少问题，尤其是全动平尾的设计挑战，
但 IDF 在服役后的安全记录相对良好，至今仅有1架单座型和3架双座型战机发生坠毁事故。幸运的是，这些事故中的飞行员均成功获救。最近一次事故发生在台湾空军在清泉港基地进行演习时，1架战机因发动机漏油发生火警，但最终成功紧急降落，确保了人员和飞机的安全。总体而言， IDF 虽有其局限，但其在台湾空域保卫任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在许多幻象2000已退役的背景下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寰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